我们打开 Rift 原版的档案的时候呢，画面会出现上面是一个专案 Project 的地方，代表你前几次开过的档案。那下方是 Family 族群元件，你前几次开过的档案。那我们一开始新建档案之后呢，我们选择建构样板建筑结构的部分的元件有载入的建构样板或者你用建筑样板也可以建构样板，我们选专案按确定打开画面之后呢，会发现画面上面有两个性质面板跟专案浏览器面板呢我们按住这个淡蓝色的，用滑鼠左键按住，可以拖移它。性质面板一样可以。那我们不要关掉它。我们必须用按右键浏览器的专案浏览器要打开，性质面板要打开，用左键按住呢，拖移到右边画面的中间区的地方，想象它的一个边界，我们把它左键按住拖移过去，然后当它展开的时候呢，我们左键放开，浏览器一样，我们拖移到一个画面的边界的地方呢，大概中间区这边，它展开的时候，我们左键就放开。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视图页签这边的指令呢，它第二层接指令这边有一个使用者界面，这边有一个黑色倒三角形，我们把它打开。专案浏览器这边可以关掉，也可以打开。这边性质面板可以关掉，也可以打开。那再来我们按管理的页签画面的下方呢，有各种指令列行，其中有一个是专案单位的设定的范围。我们在建筑或者土木工程上面，也许用公分或用公尺，把它改成公分、小数点、几位然后它有没有单位符号等等，按确定，按确定。那就完成一个画面的基本设定。那我们现在来练习，利用建筑页签里面的模型线指令呢，我们来画 AutoCAD 所具有的绘图的功能，就是这边画线、画弧、画圆、画圆形线、画椭圆复制偏移线等等。我们稍微来练习一下。第一个指令按线是 A 点到 B 点，然后我们可以把滑鼠的游标移到修改面板这边按一次然后我们再按右键呢，可以去重复刚刚的模型线指令。那我们选第二个矩形的指令 A 点到 B 点。第三个内接多边形的指令我们画一个八边形，然后就会给一个新的位置，然后给一个半径，它就会把八边形画出来。那外切多边形就是给一个位置，也是给一个半径画出来，外切的。然后圆形的是给一个圆形半径那这是画弧的起点、终点、半径弧 A 点、B 点，在一个中心的位置的一个半径的弧。那你如果拉到180度，就是一个半圆了。然后圆心端点弧，给一个圆心，给一个 A 点到 B 点。那这是切线端点我们先画两条切线 ，A 切线跟 B 切线。那切线端点弧的意思就是 A 跟 B 这个端点，我们把它画一个弧起来。那我们按 Ctrl 可以恢复上一个动作那圆角弧的意思呢，这是 A 线跟 B 线各点一次之后呢，给一个半径，它可以设一个弧。那这个很像 AutoCAD 的 Fillet 的设 R 半径
多少的一个指令哈。那这是运行线，也就是 A 点 B、C、D 一直连续的点，这可以在 AutoCAD 常常会用这个去描照片啊或者地图啊，那最后或者 boundary 边界线，然后最后 end 去收敛一个闭合区域啊。那画完了，按左上方修改一次就取消指令。好，那我们要再继续，可以从建筑的模型线按，也可以按右键的上一个动作的运行线的动作。那这个是椭圆的指令啊，我们就给一个长轴、半轴就可以定义一个椭圆啊。那这可以局部的椭圆是类似。那点选线是一个偏移啊，有点像 offset。AutoCAD 的 offset 的指令，点选线之后呢，我们可以偏移说，比如偏移150公分，好，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矩形来讲，我们就偏移出往内偏移，从右方接近这个线，淡蓝色虚线在右边，那就曲线，所以这边是可以画线。那边修的指令是在这边啊，它分别有对齐。offset 偏移近摄，近摄的有分有参考线或没有参考线，这个后续可以来介绍。还有移动、复制、旋转。那 AutoCAD 常用的 fillet 就很像这个指令哈 ，A 线跟 B 线它可以 fillet 一个零交角没有弧线。如果你要弧线，可能是要。刚刚我们讲在 AutoCAD 是 fillet 设 R 多少，那在 Revit 是建筑的模型线这边呢，它是可以用这个圆角弧来设定 fillet 那个功能。那这两个是有点像 extend 跟 trim 的功能啊。我们来介绍这两个功能。好，我们先画一个线再画第二条线。再画第三条线，再画一个平线。那我们讲说 extend 的功能是它的 Revit 里面这边是叫修剪延伸单一元素，也就是我选了一个 A 线之后呢 ，B 移过去，再选一次 A 线呢 ，B 移过去，再选一次 A 线呢 ，B 移过去。好，那我们恢复上一个动作呢，是可以按这个 Ctrl+E 的指令退回哈。我们再选右边这个修剪延伸多个元素这个指令，按 A 线之后呢，我们可以多个 A、B、C 延伸过去可以看到这两个功能的差别。那删除的指令呢，这是选了物件之后，这个就是一个删除的指令恢复上一动作等等。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其实，在标注这边呢，也有一个叫细部线的功能。那它跟模型线一样，有线、矩形、多边、圆形、画弧、画运行线、椭圆等等。那建筑的模型线跟标注的细部线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的课程再讨论。